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3组嘉宾，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张先生，31岁，来自广东，金融业务员；李女士，28岁，来自四川，全职妈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你们这段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而且他还无视我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我们之间有沟通障碍，经常吵架到情绪崩溃，他对我的埋怨太多了。你对这段婚姻有什么后悔的地方吗？当初我为了爱情裸婚远嫁，而且闪婚闪育，现在想想真的是太冲动了。后悔没有赚到足够的钱，给到老婆孩子稳定的生活，总是因为工作在外没有陪在他们身边。来吧，说说吧，全职妈妈觉得他既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呢，我们2个3观比较合，我性格也是那种很直的，我就觉得这个人，哎，我可以和他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谈，没有什么沟通障碍。然后我就觉得好，2个人就决定下来了。3个月我们就闪婚了，后面有了宝宝嘛，宝宝出生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很开心的，然后宝宝发生了一点点意外，然后宝宝是一个特殊儿童。就是小宝宝很小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眼神啊这些，因为我是母乳嘛，然后你就发现他的肢体很软，就是没有别的小朋友那么硬朗。然后还有就是觉得，哎，叫他怎么不硬啊？3个月的时候实在拖得不行了，赶紧去查。然后我就带孩子，他说，哎呀，我这边没办法呀，没办法，我就只能带回四川嘛，去华西。一检查，听力左边80分贝，然后右边就是完全没有了。你说当一个妈妈心里面能不急吗？后面又去带到重庆儿童医院，髋不行，骨科医生直接说你这个小朋友听力也不行，平衡感绝对不会好，肯定大概率是不会走路了。当时我一个人强忍着泪水，我说医生有什么办法，什么办法我都愿意试。然后我们就给了我一个方案，说打一下石膏看一看有没有效果。然后我们就在那儿住了1周的院。最后的时候花了8000多块钱，然后我就打电话，我说你赶紧把钱转过来。他说我没有钱啊，你自己想办法，我工作在忙，我挂了。你说我当时我真的我哭，我躲在角落上，我哭都哭不出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说这样的爸爸他负责任吗？当时可能他理解错误了，我的所有的积蓄都是为了小孩子治病花光了，当时也没有积蓄。我妈妈这边也比较困难，也是没钱，只能说是找他们家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帮个忙，想个办法。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最后8000块钱还是我妹妹拿出来的。当时我在家带孩子，在家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这个期间啊，都是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在支持我。然后特别是孩子助听器就6万块钱，我们家出了一半，后面那一点呢还是紧催了很多次才补齐的。你说一个家庭，男人在外面工作10天半个月回来一次，关键是钱还没有拿回家。什么工作10天半个月回家一次啊？因为他经常出差。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拉业务，行情不怎么好，但是我尽量能拿回来的都是拿到家里面。不是几个月，是3年。3年怎么你这份工作不行？我就说了，你就不能换一个工作吗？对不对？你家里面孩子都这样子，你就为什么？我觉得他喜欢那个工作，他喜欢在外面跑，没有考虑到我们家庭这个情况。其实我有考虑过在家里面换个就近的工作，我想招聘个救生员之类的。但是我干这个行业已经干很多年，我从14年干到现在，将近差不多10年时间了，隔行如隔山。然后加上我的业务上还有一些欠的钱没给到我，这个我要打断他，欠的这个钱他有借给朋友，你自己家庭情况那么困难了，你为什么还要借钱给别人呢？我们家难道不需要钱吗？那是我的发小，那是我的发小，我也不好去。他借出去多少钱？借了不止1次，结婚前借过，然后结婚过后还借过1次2次，估计有4、5万来的。就有了孩子之后也借过吗？对，有了孩子过后还借。其实那个是我发小，我也不好拒绝他。不是你发小不知道你家里面这个情况吗？知道情况，但是有一些是结婚前借到他的。
今年肯定会回款回得给我。借出去的钱要拿回来是很难的。是的呀，这个大家都懂。但是我的发小，为什么你孩子出生之后你还会往外借钱呢？这就不能理解了。对啊，你连医药费都掏不出来，你拿什么钱去给朋友借呢？可能我这个人有点意气用事吧。意气用事，而且我经常催意气他。用事了，你儿子还躺在那边呢。我还经常催他，我说你赶紧，家里面孩子，我说又感冒了怎么样，要用钱，我说那你跟女朋友好好讲一讲，对不对？我经常我就说，他就嫌我暴躁，说我老是催他，我还有截图。来，我们看一下，你给钱啊160，你给100-200算什么？把钱给我转过来。我们现在都还是租着房子的，我每个月都还在为房租发愁。你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异乡？你的丈夫又不回家。其实这就说到刚开始我们2个人啊，我是远嫁嘛，然后当时我还是裸婚，我没有要任何的彩礼。房子、车子，我通通对他没有要求。我想的是，靠我们2个人劳动力，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是你们为了爱情，还是你为了爱情？我觉得是我们，但是我现在，我慢慢都感觉好像只是我认真了，真的心都寒了。其实我每次听到他在哭或者是难受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很难受。你难受什么呀？你赶紧挣钱去啊！你有这难受的时间，赶紧把钱挣了。我爸都直接说。哎，你干脆别回去了，就带孩子就在这儿吧，反正我们肯定能保住你们2个人一口饭的，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回四川，然后你爸妈帮你看看孩子，你还能找个工作。对，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你存点钱，将来孩子还要用呢，对不对？关键就在于我更难受的一点是什么？我家孩子他在四川，他水土不服，不服慢慢就服了，然后服不了，他到那边就容易生病，但是到广东来，他就慢慢就好了，他就能慢慢就好。而且我们家孩子，我为什么那么激动？我辛辛苦苦带他那么1年多哈，他就喜欢他爸。孩子半个月才见了1次爹，然后特别爱爹，因为每次爹都会带个礼物什么的，他当然会爱了。你就让他没事到四川出现嘛，这样你们深圳的房子可以让他退掉，换一个什么更便宜的，多省一点钱寄给老婆。主要是我觉得哈，他不是说他赚不到我们该有的生活费啊，因为我当时来这个节目，我就觉得哈，他这个人很固执，我跟他吵了很多次了。我说这个工作不行，咱们换一个工作。他总有会跟你说以后会好的。说句实在话，你是不是不想回家？没有。我觉得家里面有那么一个孩子啊，就是出差10几天，我是不能想象的，是吧？要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孩子啊，我是天天想待在家里面，对吧？我也想在家里面。你想在家里面哈？真看不到。我还说一件事情。有一次啊，就是我去谈一点事情，因为孩子现在大了嘛，我想的是稍微自己再出去赚点钱。回来的时候着急见孩子，就骑那个电动车骑快了一点儿，啊，然后一下摔倒了。我回到家，我低血压一下就躺那儿了，啊，就是人就昏了。我也是打电话给他，他也是说，哎呀，没办法，在外地回不来。那个时候第2天去香港出差，说带了一些巧克力啊，什么一些吃的啊带回来，我就看他寄给别人。我心里面我又受伤，孩子又这样，你竟然带东西还寄给别人。上次那个巧克力那是客户的孩子，我答应过他，因为那是客户。为什么答应他？也是为以后饮水思源，我帮助过他，他也会以后可能帮助到我们这样。行，大体的事实了解清楚了，我们先来听一听其他2组嘉宾有什么样的办法和方法。就我觉得，这位哥的话就听一下姐姐的话嘛，对吧？能换份工作的也可以。我也是挺同情这个姐姐的嘛，我觉得她一个人为了爱情远嫁就是很不容易，然后就成为全职妈妈嘛，就觉得就很难。哥，你能不能就是多照顾一下她的情绪，就是多听一些她的话。我好佩服这女嘉宾，她们能闪婚闪育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我们1年多了都确定不了关系，我们需要勇气。哦，您听出来的是这个味儿啊？对，他关注的点是他们听到自己身上。对，闪婚闪育勇敢啊！来，崔女士，希望这男孩应该回在一块儿工作能好一点儿，还能帮照顾孩子，俩人在一起，我感觉的是最好的。其实我有想说啊，儿子啊，他跟我也比较亲。自从小林带了儿子回来，在我身边，有时间我都陪着他们。以前医生说还不会走。但是说现在小孩子已经慢慢的会走了，我感觉这是有个磁场，有父母在身边可能会更好。我妈妈也从老家过来帮忙照顾小孩，我希望小林也
跟着我一起去工作嘛，反正一起奋斗。你不要老是我画大饼。对啊，你就是老是这样子讲以后啊，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既然婆婆都来照顾了，你为什么还不能工作？我就是今年上半年，然后奶奶才过来嘛，肯定现在孩子他是慢慢这样子扶着东西站起来能慢慢走，然后他但是经常摔跤，奶奶有时候做饭呢就看不了他，所以我只能去做兼职。我想就是让他醒悟一下，我觉得我都那么努力了，为什么就是你还要那么坚持自己原来的工作呢？其实这就是我最终的一个诉求。其实我认为你在生活当中不太需要他。因为你说所有老公在外地也好，到身边也好，其实你更关注的是钱嘛，因为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嘛。但是你去想一想，如果有人稍微帮衬你，如果能转换意识，你去挣钱，他未必在你心目中有那么重要。因为在过去的这2年多里面，他没有真正的能够帮你去分担，真正的分担、陪伴、舒缓你所有的压力，他没有。那个对话让我真的很心寒，我很愤怒，但你居然能够忍受，就是因为其实你自己不够独立嘛，尽快的能够有收入起来。这个男人未必回到你身边之后会比现在还更好。就像刚刚父亲讲到的，孩子在你的身边，你感觉他慢慢的能走了，慢慢的能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兄弟，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对，在我身边。我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例子，我身边那个朋友，他的孩子是失语症，然后大夫跟他讲，你就让孩子开心，就让孩子快乐，他就跟他的爱人带着孩子全国各地都去走啊，慢慢的孩子有所好转了，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力量。你们2个如果有空，有假期的时候，他慢慢长大了，带他去各地去玩一玩，感受一下走路，习惯在每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去走路。说不定让孩子能够飞速成长，还有父亲这个磁场，我觉得很重要。这个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期限，就3个月、半年、6个月，你不能做到，咱们就这样吧。你不要再给我画未来的饼了，因为你一个人扛这么大的压力，要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然后你又本身是一个内心很焦虑的妈妈，你再这样下去，你自己压垮了，而且孩子也得不到好的一个情绪。妈妈的情绪对孩子来说就是像天一样，妈妈开心了，孩子就开心了；妈妈不开心，孩子的身心健康也不会好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你要开始为未来做打算了，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好吗？我和丈夫聊2句吧。我是做了很久的原生家庭的研究，在我们看到的特殊儿童的家庭里面，男性的遗弃率比女性高太多太多了。大量的父亲离家出走，就是因为发现了孩子出现一些问题，甚至我们还看到过有一个孩子只是小猫小狗症，他就跑了，就那么轻的一个病他就都会跑。然后我看到你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我是能够看到你眼睛里面逃避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绝对不会逃避。不是你听我说，我没有说是在显意识上面，我觉得你在潜意识上面是有逃避的。你没有完全接受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你的人生从此改变了，你还是延续在过去人生的轨道当中，你回不了头，你过不来。我不是说你道德品质有问题，我只是说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这一生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跟妈妈说，6月份的时候，我跟残障学生一起做了一场直播。我跑到那边的时候，我发现浙江省的残疾人的这个学校，他居然开设了一个电商专业，然后培养残疾人当主持人。然后我跟他们做直播，然后发现有盲人跟我做直播，有听障的跟我做直播，有肢体残障人一起跟我做直播，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阳光。他们之中有父母遗弃的，有父母对他非常好的，有遇到特别好的老师的，但是他的一生之中一定有一个人点燃了他。结果这些孩子到什么程度？有一个目盲的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拿了一个全省的奖，然后他跟我说，我是给运动员做复健的，我不是盲人按摩，我的理想是要考硕士。我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梦想，我们一定要相信社会的力量，一定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未来是可以点燃孩子的。我们杭州有一个专门做洗车房的一个地方，是专门为智障孩子上班用的。在进门的时候有一行字叫我来上班了，
他说为什么要写这行字？因为这些孩子每次来上班的时候，都可以跟邻居的叔叔阿姨说：“我去上班去了，我来上班了。”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被一股暖流给流过的。所以，不管你身边有没有人帮你，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相信我们这个社会，你作为一个母亲，你点燃了自己，我们这个世界不会不管你们的。作为父亲，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真正的也像你的妻子一样，完完全全的点燃自己，因为对于你来说，这一份爱是真的可以救一个孩子的。我特别同意瑞瑞老师刚才说的话，一个孩子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同时的爱，我们才能相信有奇迹会发生。丈夫没有那么糟的，因为在我们屡次劝你带着孩子回到你的爸妈身边的时候，一个可以借机逃脱责任的父亲，其实是可以点头说好的。他可以借坡下驴说好，给我一段时间，你回去一下，让我好准备一下。但他没有啊。然后父亲在讲到孩子的时候，这个爱是感受得到的。他会说不行，我的孩子不能回去，我的孩子在那边水土不服。他会说我在他身边，他就恢复的会更快。丈夫，我要跟你说的是，这是一个能陪你吃苦的女人。她现在不是要毁掉你的事业，也不是要让你完全叫停，而是她需要看到我的丈夫心向家。我的丈夫在我有问题的时候，我摔伤了，能第一时间先把工作一撂回来。我的丈夫在听说孩子又需要钱或者我需要钱的时候，跟我说：“老婆，我现在找我们老板去预支一下工资去。”他就要一个这种态度。你要能给他这种感受，他也就不痛苦了。你们要把这个结给扭开。我相信你们两个人都是很爱孩子的，你们都不会做出放弃孩子那件事。但我担心你们在无休止的指责和向他索取的过程中，把你们的爱情是真的弄空了。不要把爱搞砸了，姑娘，收回你的那么多的指责和对他的一些误解，他没那么糟。你们好好想想好不好？好好想一想吧，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好吧？谢谢。好，来，谢谢你们啊。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新23岁，来自安徽，活动策划；小武22岁，来自安徽，运营。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恋爱以后你们有什么变化？我变得越来越帅，越来越有气质，但是他一点都不懂得欣赏。我觉得我没变，他倒是变得越来越计较，还矫情。你最受不了对方什么？他越来越精致，护肤、化妆、穿搭一样也不落下。他咄咄逼人，吃葡萄还嫌酸。我为了他而改变，最后还被嫌弃。哎，被嫌弃啥？就是老师，他就是太过了，就是哪有一个大男人就是早上起来就给自己1个多小时去化妆，然后搁那儿喷雾，对，就太过了，我觉得没必要。你是像张瑞老师一样要拍戏去是吗？不是，就是我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嘛，也都是他呀。你讲一下化妆流程1小时，让我听听。一步步讲嘛，爽肤水、精华、护肤霜、BB 霜、粉饼、描眉、侧影大不大？对，基本上都有，还画个眼线什么的。哦，眼线也要画。那你需要涂一点 bling bling 的眼影吗？对，就那个眼影的话，就看情况吧。唇彩要用吗？我以为是眼影要涂，不用 bling bling。睫毛膏刷吗？重了。他睫毛是重的，对，就种了几根，也不是全种的。对，这个习惯，之前谈恋爱之前没有？没有啊，就是都是被他养成的嘛。就是我之前脸上就长点痘，他都要嫌弃我，然后后面就我听他的话嘛，就慢慢就养成现在这个样子，就他又反过来嫌弃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理解。他怎么被你变得这么极端了呢？没有，老师，我就只是简单的跟他说，就是男孩子干干净净不好嘛，就是越说他就越这样做，然后他还用我的化妆品。哦，那也没事啊，咱用的快一点，就省得放坏了。太快了，就是我的化妆品，就是我平常自己能用1个多月吧，就是他用的话就2倍速消耗，就只能用半个月了。他就是太抠了，我用他化妆品怎么了？你化妆品那么多还不让人用？就是有一种我想找个男朋友，结果我多了一姐妹。他其实不是介意他化妆，是介意他用他的化妆品。对，你平时化的妆是什么样的？就是比现在要重一点，还是让我们看一下有吗？
这是敷面膜的，这下面是你的化妆品吗？就老师就这个，就是他每天就是搞很精致嘛，然后他敷面膜就是各种敷，就是什么面膜他都敷。我倒是知道有很多职场里头普通男生他们有的纹眉啊，但他们是改眉形，然后还有的呢就是指甲是真的抛光涂指甲油，比我精致多了。我觉得男人精致不是什么错哈，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有一个度的问题，对吧？对，是的，就他化妆嘛，就他现在还有容貌焦虑了。就是他嫌自己的鼻子不够挺，就我觉得他鼻子挺高的呀，然后他又嫌自己睫毛不够长，就是你看今天还种睫毛了。你这鼻子还不够挺，是想要当个匹诺曹吗？不是，就是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嘛。你可以了，你运动会让自己变得更好看的啊。你的排汗的方式可能就是运动啊，然后毛孔排汗会把脏东西排出去。你这样一直化妆，我觉得不好。你除了爱化妆，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受不了的？他还就是喜欢拍照片，就我觉得一般就是都是出去都是男孩子跟女孩子拍照嘛，就他嘛。谁规定出去就是男孩子给女孩子拍照，女生也可以给男生拍啊。所以你们俩是？所以我给他拍了，就我蹲那咔咔给他拍半个小时，就他不满意，他说我什么技术不好，又说我没有把他什么优越的下颌线给拍出来嘛。本来就过分，他这照片拍的就本来就不是给人看的，太丑了，就没法看。你有给女朋友拍的特别美？对啊，我给她拍照都挺好看的呀，都基本上就没有出错。你有给女朋友化妆吗？就都是她自己化，她不要我给她化。对呀，她都没有这样过，而且我给她拍的丑嘛，然后她就走哪儿 P 到哪儿，走哪儿 P 到哪儿。就我还就是好心的提醒她嘛，就别撞柱子上，别把那张帅气的脸给撞花了。你俩平时在一起相处起来怎么样啊？就以前我觉得还挺好的吧，就现在他就是天天跟我作对。你俩特像闺蜜。对，你跟她的姐妹淘一起聚会吗？我们聚过会嘛，然后他就好一顿的捯饬自己，就是最离谱的是什么？他在那个什么35度的大热天穿了那么厚的一件加绒卫衣。我当时问他穿这个干嘛呀？然后他就说帅哥的事情你少管，就说我不懂时尚之类的。他本来就不懂时尚，我当时穿那个卫衣是为了就是配我那一天的发型，还有我的妆造，就只有那件卫衣能就配得上，出汗也没事儿，就出点汗，新陈代谢更快嘛，就对皮肤还好。她见我闺蜜第一句就说人家卡粉了，我当时心想她没事儿吧，就是她怎么能这么说呢？就搞得我特别尴尬。不是我实话实说有错嘛，她闺蜜本来就卡粉了，就是我说完然后我还教她闺蜜怎么不卡粉呢，就是你闺蜜后面还感谢我呢。这样一个女人真的无地自容。现在你们俩房租是分担吗 ？AA 吗？就我钱都放在她那儿，就基本上都是她交。但是她前2天就问我要走了，她说你管你的，我管我的，然后我就很不理解。不是，我当时就是皮肤状态比较差嘛，然后我就想找她要300块钱，就买个泥膜清洁一下，然后她都不给，然后我就一气之下我就说，那你把钱都给我吧。然后我这不要不知道，我一要我才知道她给她弟还花5000块钱买了台平板电脑，就是她从来都没给我花过5000块钱就买过东西。你给你弟买平板电脑的钱是他的吗？不是的，老师，就他这人就特别小心眼儿，就我俩钱虽然放一起嘛，但是我自己也有5000块钱呀，然后我肯定是用我的钱给我弟买的，他就一直觉得是他的钱，然后就揪着这件事情就不放。那谁知道呢？我的钱放他那，他也可能用我的钱呀。那他拿回去全部了吗？拿回去了，就是我俩搁一起就存了1万多块钱嘛，因为我们刚毕业嘛，然后就没多少钱，他全拿走了。那可以分了呀。今天还来干嘛？那不是想着就是挺喜欢的嘛，然后看能不能改一改嘛。具体点改什么？就能不能改他，就是作为一个大男人，就能不能别这么精致啊？你喜欢的是他的长相，他在长相上精益求精，努力，他太精了，逼近自己。现在只要出门就化妆是吧？对，基本上是出门就会化妆。所以他慢慢啊，就是爱上了自己镜子里的那个自己。这不是啥好事儿，兄弟。所以就是其实他们2个人之间，我觉得没啥对爱可言。你俩喜欢对方吗？喜欢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答案出奇的一致。那你说说喜欢他啥？喜欢他就是他不仅对我好嘛，就是他还特别贴心，他人。他哪儿对你好啊？他之前对我特别好，就是特别细心，就是家里面可能做饭嘛都是他做，就是我从来没做过。咱说说现在，
就现在就不一样了嘛。现在就精致的他对你还照顾吗？他应该不做饭了吧？会伤皮肤油烟。哦，对，会这么觉得。你看，就他这个人，他现在不仅精致嘛，就他还特别斤斤计较。家里面不就剩1贴面膜了嘛？然后就是我明天要出门，我要敷，然后他明天要出门，他也要敷，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就肯定先来后到嘛，然后肯定我先敷，然后他就跟我抢，然后我就好好跟他商量，我说要不然我先敷10分钟，你再敷10分钟，就他也同意了，然后他这人计较什么呢？就是定了一个10分钟整整的闹钟，就是1分1秒都不带差的，然后10分钟一到。就把我的面膜先走，然后敷他脸上。那面膜上面写的是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我比他少敷了5分钟，我都没说什么。还有一次我俩就吃那个螺蛳粉，然后就我们俩正在吃着嘛，他就突然不吃了，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吃了，然后他就把我碗也端过去，在那巴拉巴拉，哦，原来搁那数螺丝呢，哦，我碗里面有什么12颗，他碗里面就什么10颗，然后他就端着碗就去找人家前台，我问他干嘛去，他说你别管我，我就让他在原地等着，我去找前台理论一下，他本来就给我少了呀。就是那他也不能直接冲着人家前台吼呀，就你说你凭什么给他这么多，给我这么少？这不就是闺蜜吗？特别丢人。你们2个有没有特别像男女朋友之间该出现的一些矛盾？比如说因为跟哪个异性接触了而生气这种事情？有吗？哦，真的有。之前他还就是接过一个拍摄兼职嘛，拍摄广告的，然后就是我那天正好下雨。我就想去接他嘛，是吧？他也没带伞，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问他你在哪，他说我在哪个棚里，就是我说我去接你吧，他说不要来。那我不是想着就是天下雨了吗？就没必要来接我吗？就我自己打个车就可以回去了。不是这样，就是我就不管他了，就是我把电话一挂，我照样去了，然后我就看见他跟他前男友在那拍照。就是因为我前男友嘛，就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就是工作上的联动。对对对，就联系过这一次，然后因为他找那个女孩子就放鸽子了，然后我就临时去救个场子，就是我就只想着赚钱嘛，而且价钱给的不低嘛，所以你前男友被放鸽子，第一反应会找你去救场是吗？我也没想到嘛，然后我就想着他的价钱挺高的，我就去了。他应该也跟我提前说一下是吧？我跟他一起去也好呀，我盯着他嘛，起码他都不跟我说的，还不要我去。这是你变得精致之前的事儿，还是精致之后的事儿？就是精致之前。你看那个时候还有男女之间该产生的矛盾，之后慢慢的就少了一些，就是面膜上的争执了。那怎么办呢？这俩人，男生多让女生多让一点吧，没必要。多让一点面膜，洗面的时间，多给点女生就好了，男生都可以多谦让一点吧。其实，就我觉得我已经够让着他的呀。没有，其实反而作为我已婚了，我经历过他们那个阶段，我反而觉得他们现在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是他们这个阶段最好的。我感觉到这男孩应该为女孩改变一下，因为我也是过来人了，我也不喜欢男孩总化妆。反正这化妆不化妆的事儿呢，我觉得这是你的自由，爱美之心呐，人皆有之。而一个男人，仅仅是以自己的外在作为一个衡量自己的存在感的一个标杆的话，很危险。你是做活动策划的，是的，并非是职业需要。而且你真正应该去在工作事业方面去如此之较劲，如此之看重。这样你给对方一定是一个很踏实、很欣赏的感觉。反而现在越来越变得呀心眼小，越来越变得呀不再认识了。你可能眼睛越来越漂亮了，但是眼神里越来越没有魅力。没有任何一个女孩愿意和你在一起，因为很枯燥，很乏味。千万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让自己啊不能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个真的男子汉。明白。女生其实也就一句话啊，让她美起来有何不可呢？你怕什么呢？但是她太美了吧，她天天她太美了，你觉得不安全了，你觉得有威胁了，你觉得不自信了。不是她美就美吧，就是她对自己很美，就是她什么经验也不跟我分享嘛，就是她说我皮肤不好，美的经验不跟你分享，对，她也不跟我说过。你把她到底当成一个共同追求美的那个闺蜜，还是当成一个能共同生活的男人？你也不明确啊，你只是隐隐约约觉得你们的中间感情出现问题，但问题在哪儿？不要只看到表面，要看到内在，好吗？啊，你们俩再处处啊，然后呢各自收一收，也挺好玩的。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可爱，
然后就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嘛。我觉得包括化妆啊，包括你自己对审美的一个要求，包括你敷面膜之类的，我都觉得没有错，因为在你的立场，你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是其实我希望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作为一个男人，我们心里有东西，我们肚子里有东西，对吧？就这个东西是能给到你帮助最大的。你可以慢慢的试着改变一下，因为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嘛，所以就是还有很多时间拯救你们两个的爱情。但是有的时候没必要那么的精致，慢慢的中和一下，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样子。现在你的样子，我觉得可能你女朋友不会喜欢你。就是你们两个人啊，真的太乏味了，乏味到俩人只能去抢面膜，乏味到需要去数你的碗里的螺丝有多少，我的碗里的螺丝有多少，乏味到你们两个人之间没有其他任何可以沟通的共同的话题和兴趣爱好，所以你们两个人在这么青春的年纪，应该做很多朝气蓬勃的事情，但是你们两个人做的事情却是非常非常的乏味无聊，没有把心思用在说对未来的规划、对自己人生的规划上，反而把心思都放在哎呀，我应该怎么打扮自己。你们两个人能不能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时间，不要浪费大好光阴，咱们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我们努力积极向上，先成为更好的自己，再去爱别人。好吗？好的，老师。我插一句啊，在我们古代，如果你想对他说我想你，要起码7天才能到的，骑着马，7天才能到的。所以珍惜现在每天能说爱的机会，多去表达，就要爱。192就要爱。我们中国古代是有美男子的啊，潘啊、宋玉啊、魏介啊。有一次，有魏介进城的时候，全城的姑娘都听说哇，最帅的那个魏介来了，赶紧去看吧！大家也蜂拥而上，看，把那个魏介给看死了，就是硬生生给吓死了，你知道吗？这叫看杀魏介，专门有这么个典故。我们中国男人呢也有化妆，魏晋的时候他就敷粉，对吧？我们中国男人啊，他也喜欢美。宋朝的时候簪花，把花簪头上，所以自古以来，你说这个什么漂亮啊、敷粉啊、带花呀都有。但是我们整个中华文明下来，雄性的审美和雌性的审美，它是有非常泾渭分明的边界的。对于男性，我们追求的是更多的是阳刚，是棱角分明。我们更希望这个男人能够在气质上面能表现出顶天立地的一面。对于女生，我们可以精致一点啊，或者说是温柔一点、温婉一点啊、清丽一点啊，都可以。但是现代社会呢，由于大量的女生的喜欢，所以中性和阴柔的男生开始出现。所以你的那个审美是来自于女性审美的。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洗尽铅华，然后回去好好思考一件事儿，就是我究竟我想过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究竟是想天天涂脂抹粉，然后是招摇过市，还是我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选择当然是你的。但是，别人对你的目光，别人看待你的眼神，完全是不同的，以及你走的那个方向也是完全不同的。我对化妆没有那么严格的反对。刚刚呢，陆琪老师也说了，咱古代的时候这事儿就不新鲜，对吧？他也举了魏晋南北朝时候的例子，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要以漂亮的外在来表现我们内在高超的品格。所以在那个时候，比如说像《颜氏家训》里头就有写嘛，说贵有子弟无不熏衣剃面覆粉施朱。那么这一些子弟们，他们是覆粉施朱，这一些都超出了我们现在男士们该有的一些，对吧？所以说，男人是不是只能呈现出一种样子来？这个呢，我是存疑的。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影视作品里头一直喜欢的男性的形象，也是在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类的审美需求在发生着变化的。因此，也给了我们现代年轻人更多的一些探索自己可能性的空间。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样的一种探索上走得有一点过度。这个过度是来自于谁来判断呢？你所想讨好的那个人，
就像我们化妆，假如我要不出来见人的话，我可能不化妆；假如我要不出来见人的话，我想怎么化，我也可以怎么化。这处于我在封闭世界做自己时，我是谁都可以。但我一旦要面对我想爱的那个人，我想取悦的那个人，我是不是应该呈现出他最喜欢的一个状态呢？他喜欢我干净，我就不要油腻；他喜欢我妆淡一点，我就不要太浓；他喜欢我今天不画眼睛，我就不戴假睫毛，不就这么简单吗？反正是要思考一下你们2个人的未来了，待会儿坐那儿好好想一想，好吧？好，老师。好，来，我们换谢谢老师下一组嘉宾。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丁先生56岁，来自天津，机械工程师；崔女士53岁，来自黑龙江，退休。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恋爱过程中对方存在的问题。他算计，太小气，我早就想跟他断了。他对外不公开我们的恋情，他的心思不在我这儿，但我没有想过放弃。那这段感情给你带来了什么呢？矛盾、冲突、赌气，光有坏的没有好的。温暖可亲，我感觉他就是我要找的另一半。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就是他都不公开你们的感情，他还是你要找的另一半，这个您能给我解释解释吗？老师，我怎么公开？我俩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那还不算公开吗？那我还怎么公开呀？那正式的来宣布一下，您2位是什么关系？我俩就是恋人关系啊，谈恋爱谈了几年了？已经1年半都多了。我问一下这姐姐认可吗？你们是恋人关系，认可吗？现在不认可，以前认可。半年前我就要跟他分手，他不分，死皮赖脸不分，这不非得让我上这儿来，我不来，他非得拽我过来。他不跟您分，您是什么样？就是还继续跟他相处，还是说就不理他了？他每天来找你？偶尔打电话也理，有的时候俩人啊散步，我觉得他要是能改了，我还能原谅他。哦嗨，那其实这一大属于闹别扭期间。对，行吧，那说说吧，讲讲吧。前几个月，我儿子要上天津来发展了哈，我儿子干发廊的，我说呢，我就帮他找个店面吧，他大班大揽的，他说给我找，最后吧找一个合适的，哎呀那个要押金，要了8万块钱，我说我兜里凑就5万块钱，我说他先借给我3万是不是？等我钱到账我再给你，他说行，等到我交钱的时候没了，他说把钱借给他前妻了，我就生气了。这个前妻这事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跟他说过好多次了，我们都差不多10年了啊，啥联系都没有了，微信啥的都没有了。就那段时间我儿子来了哈，我看他挺不高兴的，问啥事儿啊？他说他妈那边做服装生意的，可能资金有点问题。我也算了算这个资金哈，有可能他拿走个10天半个月的就拿回来了，说哈，也不耽误这边用。谁知道那边出了意外，没拿回来。这要出点意外，那我也想不到。你前妻借了就没想给，你就不想借，那你儿子是儿子，那我儿子就不是儿子了。我儿子还说还你，说过2天过来就给你，你就抠门。不是大哥，你身上就3万块钱？肯定不是3万块钱，3万块钱就是在手里的可以流动的。他也不值，他也不在乎那个，他也有别的钱。我就需要了，管他借。我当时钱没在手，存着呢，取不出来，我就借。他答应我了，最后了，我用钱呢交，这店就黄了。行，这是一个您觉得他抠门的地儿啊？这抠门。还有我说你家屋怪脏，你自己一个人，我说上你家收拾收拾屋子去，是吧？他家务做的可好。那个我那卫生间，我说去了怪热，我洗个澡。那抠门玩意儿。让我洗凉水澡。你说那几天多热，咱们这都40多度，是不是？那几天我就一直凉水澡，那电源我就没插嘛，这不很正常吗？他说我就洗凉水澡，啊，对呀，我就是啊，我对呀，对呀，你就让我就那么洗吧，多抠门。还有我就瞅那毛巾呢，都黄了黑了，我就给他拽了。他说我扔他东西了，你说那东西你还留着干什么？你说多抠门，你说我还能跟他俩在一起吗？你说一个男人哈，我就是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的，我一个人过日子，差不多7、8年、10来年了哈，扔了就扔了呗，不是什么大事儿，是不是？那毛巾我不是没有毛巾，我们公司
发那劳保有好多毛巾，但是我感觉那能用就用着呗。我又不化妆，我又不在乎这个，我又不化妆。你就抠门儿，老师，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抠门儿，第二件事更抠门儿。她总说啊，你闺蜜好，你请你闺蜜吃饭，上饭店她能舍得吗？我说那收屋收干净，咱在家吃吧。你去买点菜去。我说在家吃点做点儿，我也会做。她抠门啥呀？她去买螃蟹，她买死螃蟹回来了。要吃土豆，那个她说他们要吃土豆丝儿，你说她就买这么点小土豆丝儿啊？茄子买点抽不茄子，你买点排骨肉啊什么的没有，就买点那个破菜回来，蔫不拉杂你都不能吃的菜他买回来了。菜市场那老板我们都认识，那天正好去赶上了。说师傅你今天来正好，我这螃蟹这海螃蟹刚断气儿的，刚断气儿那价就差1半以上了哈。今天你来了，我就便宜给你了。你怎么知道刚断气儿呢？对啊，那老板我几乎每周都在他那买，确实有占便宜这心思了。我感觉问题不是很大的，被他发现了。这个土豆啊什么品相不好，这也属于小事儿。我们过日子嘛，过日子大事要清楚，小事求同存异嘛，是不是？小事呢尽量糊涂。我早都跟他说了，我们俩在一起过日子，将来哈，我管吃管住。给彩礼还给零花钱。后来我大概弄清楚了，他为啥迟迟不想明确我们这关系呢？哈，他还想我那房子要加他的名，都这岁数了，你还想着这个，我感觉有点过分了啊！这是大事不？大事。那我感觉这有点过分了。老师，我给他开句玩笑，他那么抠门，买一瓶水他要跟我 AA 制，我说了公开也行，把你房加我名，我不就开句玩笑吗？再说了，我在天津待20多年了，我也有房，我也有车，我2套房子，我在乎你那个吗？我不就试探他吗？这就跟那个朋友啊，跟别人都说了啊，他那个拜金女呀，他要图了我房子呢。您刚才说要给彩礼，那彩礼您准备给多少钱呀？至少现在咱天津那个彩礼。2婚怎么也得10万8万的，那都可以。上嘴皮下嘴皮一碰啊！我连件衣服我都没穿着他的，他给我10万8万，我就管他借3万，他都不借给我。最后了，我儿子自己来了，买的底商，买的房子。你说，我能相信他吗？哎呀，这个还不说，还小心眼啊！小心眼咋小心眼了？我啊退休了，打羽毛球，他就去看着我去。到那会儿我们打球，他不会打球，他上那搅和去。我要跟男的打了，他要上场了，你上场打呗。我给他打2个球，他连球都接不着。你说是不是小心眼儿？你说这种人我能？那我就是想要刷存在感。那边有4、5个老头都对他可好了，追求者特别多是吧？那我感觉是。那有4、5个老头，他们有说有笑的，他们有说有笑的，还经常。他就小心，那些女的咋不说呢？那么多女的他们经常出去吃喝的玩去了，就是不带上我。我们也有女的嘛，男女都有嘛，带你去搅和去，一会儿这个不对了，一会儿那个不对，他就去搅和去，看人这不顺眼了，看人那不顺眼了。就这些球友，男性球友，他们知道他是你男朋友吗？不知道，但是大家也应该能知道。拍到了哈，对，你去了最可恨的背着我去相亲去了，在公园去相亲去了，相完亲了以后还发朋友圈给我看，我说你找去吧。我去也是为了刺激他，尽快确认我们关系。我们稳稳当当、踏踏实实过日子多好。那您刺激到了吗？有反作用吗？还是刺还是咋的？对呀，这肯定会反作用。我告诉你，那边有好多老太太比老头多。你找去呗，去呗。出差一天得3、4个视频，你说多大岁数了？像孩子似的，3、4个是不接，他给你打电话，你在哪儿呢？你干啥呢？你又跟谁吃饭去了？就那么粘人，你说多可恨呢？哎呀，偶尔的在外边出差，自己一个人，不像在家里边感到寂寞了，晚上或者怎么样，可能电话稍微多点。我也是个有自尊的人，我不会粘人的。财迷到啥呀？老师，我跟你说说啊，我儿子买完房子，我手里没有啥钱了，让我请他吃饭，我就请他吃拉面，他都不买单，后来让我买单，管我闺蜜借了1000块钱。你说这事我要好好跟你们说说哈，处对象嘛哈，男人请吃饭很正常，是不是？我都是请他吃大餐，海鲜那个烧烤，自助餐，请了2、3次之后，他可能也感觉不好意思了。说下次我请你。你老爷们请我吃2顿饭怎么了？对，应该，你就得请我。我那么缺钱，我没说要请你，是你自己主动说的。
下次我请你哈，哎，我可高兴了，我可见着回报了哈，这回报了。我这次我一定要顶住压力，我就要让你买单。你请我吃拉面，我也高兴啊。这个感情不是讲究这个双向奔赴吗？是不是？那我往前走80步，你得往前走20步吧？对。你们2个人处到现在了，就比如说有没有跟家里面人，见个面啊对呀之类的？夏天我回老家，我说我回趟老家，他非要跟我去。我可抓住这机会了，我宁可请假，我请个假多不容易，我宁可请个假。我要把我们这俩关系做实了想啊，我就跟他回去了啊。他把我当成立功了，路上可不高兴了。到了家里，他哥他嫂倒是挺高兴的，热情接待我。他可不冷不热的，我要说啥，他脚底下捅咕，上边捅咕，就是不让我说。不让我为啥不说？我1年多，我可委屈了，我要投诉。我哥回来给我好顿数落。你说他靠谱吗？他？你看他哥都可认可我了。我不唱歌，不跳舞，不喝酒，不打牌，除了上班、吃饭、睡觉，也啥没有不良嗜好。不花钱。我还能挣钱，我有房有车，这条件，你好好再考虑考虑。我对他其实可满意了，做家务一把好手，洗衣服做饭，我对他都可满意。他带东西了吗？去你问他带啥了？带俩手去的。那我不带了2条玉溪吗？你在这现买的好吧？你没带，现买的也可以啊。对，先生今天就要个准信儿啊。对，你同不同意嫁给我？我们都这岁数了，都到晚年了，你还要拖个3年5年的？你看人家闪婚闪育的，人家那勇气。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一个人呢要一个答案，一个人呢看似给了答案，但咱也不知道这答案是不是真的啊。我们先听听2对晚辈嘉宾对你们这个感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我觉得啊，这位叔叔吧，他有一些在大事上的那个果断，比如说去这个阿姨的家呀，或者是在大事上啊，我觉得你应该向这位叔叔学习。就碰到大事情上面，对于我们来讲，我看到我们需要的，其实我觉得。阿姨其实为什么一直没有跟你分？就其实对你还是有好感的，她只是想要你给她一个安心，她觉得哎，你这个人是可靠的，我是能够跟你走下去过下去的。我觉得就是叔叔多让着点阿姨嘛，就感觉没什么事，挺甜的。对吧？我们可能到这个，就是我俩到这个年纪的话，就可能就不会像他们这样子了。我也是觉得这个阿姨跟叔叔挺甜蜜的嘛，就是要我说吧，我就觉得叔叔你就把钱都给阿姨管着呗，然后就是阿姨对你也挺好的呀，也挺贴心的呀。其实啊，我倒没特看出大哥抠，就这种生活习惯，就是习惯，对，节省啊。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倒看出大姐挺看不上大哥的。我俩生活那个什么不都不一样，我觉得。对，我就觉得这么拧巴。我想问您的是，这么拧巴，这么看不上，干嘛不赶紧在实际生活中断掉吗？我觉得他挺有学历的，工作又好。如果要改一改，一开始的时候是吧？我在这块不。老了有个伴儿，没成想他的工作再好，学历再高，跟您没关系。不愿意为您花钱，就是跟您没关系。您压根儿心里头就没有这位大哥，不合适就赶紧分开吧。不喜欢在一起，太难受了。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慢慢的在一起融合呗。那大哥，如果你真的想娶她的话，你可以付出你的实际行动啊，然后你也改变一下，下次给大姐也尝尝不断养的螃蟹，是不是？对吧？对，有渠道做到，这能做到。那行，那没什么别的。其实我觉得你们俩还会出来的，就是把根本的问题聊下来就好了。你们2个人其实图的真的不是对方的钱和财，你们图的就是对方能够带给自己的那份爱。要不然的话，女士不会每天跟一帮球友男男女女，对吧？还出去旅个游啊，一起打个球啊。她需要的是精神上的那种愉悦。你也一样，你也不图他什么，你也需要的是那种。爱的感觉，我觉得到这个年龄，大家千万别拧巴。自己想要寻找什么样的感情，自己想要寻找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越不能委屈自己。大哥是孤独而有趣的灵魂，他是我挺乐观。漂亮的皮囊，你是有趣的灵魂。但是只有有趣的灵魂这件事儿吧，只能骗骗小姑娘。大姐是经历过生活的磨难的，人知道。光有趣的灵魂没用。说句实在话，
你说他有没有被你吸引？是有的。到这个年纪，被一个男人那么炽烈的追求，那么疯狂的喜欢，他肯定是有被吸引的。但被吸引到之后，他所有的生活阅历都告诉他一件事儿：看男人不能光听这张嘴，我还得见点真章。大哥，我问你，你那么聪明，你能看不出他有多难吗？他虽然他说我有钱，但我们都知道他有多难。一个人要不难，他不可能1000块钱生活费的跟人借，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吃碗拉面的钱都没有，他那一天得跟闺蜜开口借那1000块钱了。是，他可以请你吃饭，那请问你可不可以借他500块钱，然后他再请你吃饭？那很简单嘛。我喜欢的一个女人，她都要开口跟人借钱，为什么我不能给你？你嘴上说的很好听，我养你，包吃包住，会有人信你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人落难了的时候没见你在哪儿啊，而且人落的这个难没有你开销多少啊。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值得自己反思一下。您真的要追大姐，不要靠这张嘴了，拿出真心来去关心人家，真心实意的对人家全家上下好，别人看得到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姐，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对。我现在想还原一件事儿哈，你从向闺蜜借钱这一刻，你先向她借了吗？没借。你为什么不先跟她说？我借她也不，她怕我不还她。我借闺蜜钱，她都没说您给我拿点钱。我再问您，假如您的女朋友当时就跟你说身上没钱了，先给我拿个1000块钱周转一下，过2天给你，你给不给？抛开吃饭这事儿，要是有别的什么事儿，那我肯定借他了。对嘛？因为他1000块钱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这次我就是要较这个劲儿。我懂了，现在懂了。他是像玩儿似的，就觉得我要赌你今天愿不愿意借点钱请我吃饭。对，我看看你有没有付出。对，而对于您来讲，您和我们一样，起初有了一个重大误解，就叫做这个男人看我在水火当中都不愿意伸手拉一把，且还要给我火上浇油，让我请吃拉面。对，我觉得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托付给他，我有点没有。你们2个人各自会错意了。你现在能够懂当时他的一个心情了吧？他有点童心未泯。这位姐姐，我作为女人呢，我必须得说一句，我到这儿坐着以来，我看了这么多对儿，我没有看到有哪一个男人是在舞台上一直这样痴的看着他身边那位女士的。我也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一位上来的男士一上来第一句话是笃定的说，我看他啥都好，我就是看上他了，我就看好他。所以这一个男人，你要说他是光动嘴吗？没有，光动嘴的人不会再把眼睛一直挂在你身上，因为他动嘴就够了。他看不看你，你根本看不见。我只能说到这个时候，咱遇上一个人这样的喜欢和欣赏、痴迷自己，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至少不要伤咱哥哥的心。第二个，咱哥哥对您的好和请您吃的那些饭也好，值得他吃一顿您请的拉面，这事儿不用念一辈子。然后，如果哥哥肯给您转那个彩礼钱，我觉得他其实就已经通过了考验，解决了很多问题。事儿都在您，您自己想。我是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再试一下，千万不要错过彼此。是，好，行吧，那就大家都冷静的思考一下，好不好？同样，我们这2组嘉宾也是。好，感谢你们。你们最看好哪对儿？第一对儿啊，第一对儿会出来。这个家庭会经过很多风雨，阳光普照的。那我们就共同期待一下吧，请开门。怎么样啊？你为什么长舒一口气啊？就是刚刚我们下去，我决定了，在我们当地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刚刚下去就已经把那个之前的工作直接说不干了。哇，太好了！每天可以稳定的时间陪着孩子和老婆，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对，特别好，您加油！加油！好了，加油！加油！接下来时间好好抱抱自己辛苦的老婆。对不起。哎呀！
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希望你们一直幸福下去，好不好？再难我们都会坚持，小朋友加油，早日一定会成功。对对对，是的，健康成长。祝福你们，祝福你们，谢谢你们。哦，谢谢老师，加油加油加油，谢谢，特别感谢，加油加油啊！再见，谢谢，谢谢谢谢。哇，他们真不一样哎，这是一个重生。我突然好温暖啊，都会觉得，哎呀，真的。爱是值得的，就是192就要爱，我们就要在一起。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第2组情侣嘉宾，他们的选择又会是如何？来，我们一起期待结果，请开门。来了，来了。你咋笑那么开心呢？就老师，我刚想了一下嘛，确实是我有些地方做的不对嘛，就我太管着他了，我觉得。那你接受得了他化妆哈？他刚刚说了他能改。对，我觉得男人就是得有点阳刚之气嘛。老师们说的也对，我也觉得我有点过于那个了，就我以后肯定会收一点的。淡点儿，淡点儿，情浓点儿，装淡点儿。好，好嘞。对，祝福你们，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好好生活，好好相爱。好，祝福你们吧。好，谢谢老师。好，谢谢。谢谢。再见。第3对情侣，我希望他出来，我觉得可能不会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吧，请开门。来了来了来了！哇哇！看来要吃到喜糖了。这个牵着手上来的意义是？他同意跟我将来在一起。哇！拿什么说服的他？他说他全改，以后都听我的，小心眼什么都改了，说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大哥，你这次用点实际行动不？是啊，用实际行动，你相信不？谢谢你们啊！谢谢，再见再见，特别好。我觉得不管多少年吧，总之现在大家有爱的人就要爱的人，就要在一起的人就应该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对，如果爱情有的时候卡壳了，我们换一个角度，有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可能是我们有了误解，那个风景是不一样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